这只狗狗能看到鬼魂，不分昼夜的盯着天花板狂叫，叫声充满了恐惧。可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，也没有任何噪音。主人给客厅安装了监控，然而在深夜拍到的画面更加诡异。主人说1个月前爷爷去世了，他们参加完葬礼就搬到了这里。狗狗一到新家就表现得很反常，开始对着天花板叫，就算拿它最喜欢的食物也不能转移它的注意力，吃2口就要死死盯着天花板。有人说是爷爷跟到了家里，主人根本不相信这些，他们怀疑天花板上有什么小动物之类的，于是呢把热成像探头伸到了天花板，结果呢并没有任何发现，然后呢又怀疑是灯光导致的，接着用黑布把灯完全遮住。狗狗呢突然就不叫了，看来问题找到了。可还没过2分钟，狗狗呢再次叫了起来，实在没办法了，主人决定去楼上邻居家询问情况，敲了半天都没人开门，只好呢去物业咨询，结果物业的回答让人大吃一惊，楼上根本就没有人住，这就有点诡异了。而且呢监控显示狗狗晚上叫得更厉害，身体还不停颤抖，连主人都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有什么脏东西，他们是真的害怕了，于是找来了动物专家。专家观察了一会儿却笑了起来。专家说狗的听觉十分灵敏，可以听到人类听不见的声音，说天花板上一定有着细微的噪音。接着呢拿仪器一测，果然有声音，31分贝，相当于轻声说话的音量。这种声音呢人类是听不到的，但狗狗就可以听得很清楚，把声音放大后才听清，原来是公寓管道流水的声音。之所以狗狗反应这么激烈，是因为刚刚搬了新家，再加上狗狗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，才导致它不停地叫，并没有什么鬼魂。主人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解决方法呢也很简单，录下这个声音，然后调高音量，反复放给狗狗听，期间呢再给它一些奖励，慢慢矫正认知，让它彻底爱上这个声音。果然呢经过多次脱敏训练，狗狗不再乱叫，很快呢就睡着了，它是真的累了。每天睡觉前，丈夫都会绕床走1圈，接着给妻子鞠一躬，嘴上还说着不好意思。一向冷淡的丈夫突然变得如此客气，妻子都快吓哭了。丈夫的奇怪变化都是因为这颗药丸，这药丸是他路过一家中医馆时发现的，说可以治疗夫妻间的婚姻疲倦期。他和老婆结婚10年，早就厌倦了，这不就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吗？他半信半疑地询问老板，老板表示别看广告看疗效，说完就送给他1粒试用，反正是免费的，试试就试试呗。晚上他躺在沙发看杂志，不经意瞥了老婆一眼，直接吓得瘫软在地。老婆竟然变成了杂志上的美女，看着变成美女的老婆，他既紧张又兴奋，感觉像做坏事一样，直接给老婆鞠了一躬。谁知第2天早上，老婆又变回了原来的模样，他赶紧去找老板，才知道这药丸的作用就是洗脑，可以让服用者产生幻觉，把老婆变成自己梦中情人的样子。简单来说，吃了这药，老婆瞬间假灵变智灵，但药效却只能维持1天。他突然意识到，这不就是自欺欺人吗？那个赶快给我来1个月的量。就这样每天回家前，他都要先吃上1粒，回家就能看到自己理想中老婆的模样，瞬间心花怒放。在药物的作用下，他彻底爱上了自己的妻子，生活也重新变得甜甜蜜蜜，好像热恋中的小情侣，四处打卡，处处秀恩爱。但他突然发现照片中的老婆还是原来的样子，想想也对，毕竟照片可不会受到药物影响。老婆翻阅着过往的相册，满脸幸福地回顾过往的美好，这让他心生愧疚，自己的这种行为到底算不算精神出轨？1个月的药吃完了，他再次来到药店，向老板说出了自己的苦恼。老板啥也没说，就问你要不要吧。他犹豫片刻，就这样他每天痛并快乐着，一边是自己的女神，一边是自己内心的煎熬。最终他选择冷淡地处理和老婆的关系，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她。突如其来的冷淡也让老婆察觉出了不对，声泪俱下地问老公是不是有外遇了。一番倾诉之下，他终于清醒过来，发现老婆是真心的爱自己，自己真不是人呐。他认为自己已经不需要这些药了，即使妻子变回原来的模样，也丝毫不影响自己继续深爱着这个女人。而且他还发现，现在的妻子比之前更爱自己了。他每天都要吃牙签，吃饭要先摆上3盒牙签，一根牙签就着1口米饭，500根1盒的牙签，每天3盒就是1500根，直接成了他的主食，边吃还边笑。好吃，特别好吃，比柚子香。打牌的时候就当成零食吃，一根根往嘴里塞，床头也放满了牙签和一次性筷子，方便看电视的时候吃。逛街的时候他甚至连扇子都想尝一尝。最急的人是她老公，怕她吃死了，也试图阻止她，但她根本不听，反而还认为正是牙签救了她的命，这又是为啥？她也不解释。现在还变本加厉，觉得牙签不过瘾了，直接吃起了筷子，说筷子吃着有嚼劲，口感也比牙签好。她老公真的害怕了，切了点水果让她改善一下，她看都没看，直接丢在一边，对着托盘口水直流，要让老公把托盘劈了给她吃。
老公都要疯了，这玩意能吃吗？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再惯着他了。算了，当我没说。看来只要是木头大姐都想尝一尝。她边吃还边嫌弃，说这托盘应该是用胶水拼接的，满满的科技与狠活，味道不如牙签香。那她到底为啥要吃木头？真的是奇怪。大家又给她找来了一堆木制品，大姐一尝，这不还是科技与狠活吗？都是用油漆刷过的，一点都不好吃。总结下来还是牙签好吃。就在这时，她终于告诉了大家吃牙签的原因。原来她之前患有严重的胃病，有天痛到无法忍受，莫名其妙吃了一根牙签，没想到胃里一下就不痛了。从那以后只要胃疼就会吃牙签，竟然还慢慢吃上瘾了，宁可不吃饭也要吃牙签。大家现在都想知道她身体真的健康吗？一旁的老公终于讲话了，说带她去医院检查过，胃病真的好了，身体啥毛病没有。现在他们的问题就是牙签很贵，吃不起了。为此街坊邻居都来支持，纷纷送上牙签。不得不说大姐的牙口真好，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！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秃头男人在暗网买了瓶生发液，客服说非常好用，零差评。用完后他整个人都崩溃了，连眼睛里都开始长头发。最后才知道为啥是零差评。使用说明一共3个步骤：先把头发剃光，再涂满生发液，最后戴上硅胶帽，等待片刻就能得到一头秀发。其实他也没期待有什么效果，毕竟买都买了，那就试试呗。看着每根都有自己名字的头发，他恋恋不舍地剪掉了，再用剃须刀刮几下就成了秃瓢，伤口还在流血。他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第2步操作，挤出了一坨粘稠的黑色液体，对着镜子刚准备抹去，瞬间犹豫了。他突然发现剃掉头发后反而变得有点帅了，要多帅有多帅，皮肤也很白，真是个帅帅的大男孩。但看着生发液上茂密的头发还是挺羡慕的，那就试试吧。果断把液体抹了上去，他没注意到这生发液好像有生命一样，自己慢慢扩散，死死吸附在了头皮上，伴随而来的还有阵阵刺痛。他以为是正常反应，就这样忍着疼痛，把一整瓶生发液涂满了每个角落，好像给头皮铺了一层沥青。过程中他竟然还有点上瘾的感觉，见瓶子还没空，他使劲往外挤，可最后一点残留的生发液怎么都挤不出来，瓶子里还传出来诡异的声音。他看得入迷，液体突然毫无征兆地喷出，把他吓得差点跌倒，生发液还喷到了眼睛里。他赶紧冲洗，可还是晚了一步，液体已经钻进眼睛，瞬间红肿起来。不管那么多了，他逐渐失去理智，忍着疼痛进行最后一步，戴上头套等待奇迹的发生。就这样静静等了几个小时，头皮开始传来阵阵瘙痒，突然一阵剧烈的刺痛袭来，像是有什么东西迫不及待的要钻出来，这把他疼得实在受不了了，用力撕开头套，接着把生发液都洗掉了。他这才发现头上冒出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，每个小疙瘩还在蠕动，似乎正在含苞待放。他好奇的用力一挤，扑哧一声，疙瘩瞬间破裂，浓白的酱汁喷得到处都是。他还没反应过来，就看到几根粗壮的毛毛冒了出来，而且越来越多，画面说不出来的诡异。看到这一幕，他反而笑了起来，心里瞬间乐开了花，准备继续拔苗助长，一个个把痘痘挤破。后来索性直接挠了起来，没一会脑袋变得血肉模糊，瞬间整个头皮开始齐刷刷的冒头发。没过多长时间，他就拥有了一头秀发，这也太帅了吧！他忍不住自拍，突然眼睛一阵钻心的刺痛，他对着镜子一看，直接吓懵了，眼球里似乎也有东西想要钻出来。再仔细一看，一根毛毛刺破眼球冒了出来，眼球竟然也开始长头发，一定是见到眼睛里的生发液开始起作用。他现在只想把这头发揪出来，尝试了好久还是没能下得去手。这时他看到了水池旁的剃须刀，瞬间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拿起剃须刀慢慢靠近，忍着恐惧掰开眼皮，一刀下去，还真把头发刮掉了。可还没高兴一会，眼睛再次刺痛起来，整个眼球内都在冒头发，他疼得脚下一滑，直接撞昏了过去。吹风机也不小心被打开，在吹风机的持续加热下，眼睛里的头发肉眼可见的变长，连塑料浴帘也被点着了。幸运的是他终于醒了过来，这时他全身上下都长满了浓密的毛发，吓得赶紧从浴室逃到客厅，打电话质问客服生发液到底怎么回事。电话还没接通，火就冲了过来，家里瞬间变成火海，最终他被大火吞噬。看着手中的生发液，他这才明白为什么这款产品没有一个差评，因为用过的人都死掉了。大叔养了一屋蚊子，竟然是为了给孩子吃，用网兜在墙上这么一搂，就抓了满满一袋。但这仅仅是孩子们的开胃菜，还说孩子最爱吃的其实是苍蝇。接着他来到一个塑料桶前，说这一桶就是孩子的主食。掀开盖子，那味道比鲱鱼罐头还要臭，绿头苍蝇漫天飞舞。大叔说这是10天前买的鸡肠子，在室外整整发酵了10天，就生成了这些苍蝇。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孩子会喜欢吃这些东西呢？大家好奇地跟着大叔来到一座大棚，大叔把抓到的蚊子全放了出来，瞬间就跳出来了上百只树蛙。原来他口中的孩子就是这些树蛙，小小的一只非常可爱，抓蚊子也是一把好手，一口一个那是真香。随后大叔又把苍蝇放了出来，
看得出来树蛙确实挺爱吃，口感比蚊子好多了，一口下去还会爆浆。大叔一共养了3个大棚的树蛙，一座大棚里就有1000只。他说养树蛙纯粹是因为喜欢，自己把树蛙当成了孩子。树蛙也都很喜欢大叔，只要大叔出现，树蛙就会跳到他身上，很快身上就爬满了10多只。不仅如此，他在家里也养了一缸，就连吃饭也和树蛙一起。大叔说这样才有食欲。家人都不理解大叔的爱好，尤其是儿子，和树蛙比起来，感觉自己不是亲生的。他只是张张嘴，就把所有人吓到花容失色，因为他天生就有个长舌头，足足有10厘米，和朋友一对比，感觉比别人长1倍，舌头可以轻轻松松舔到鼻子，酸奶都比别人吃得快，不借助任何工具，杯底被舔得干干净净，狗见了都流泪。之所以有这么长的舌头呢，一方面是遗传，另一方面是经过他长期训练，舌头附近的肌肉很发达，能很好的控制舌头。经过测量，足足有10厘米，确实挺奇葩的。比他更夸张的是下面这位大姐，她全身没有骨头，把手固定在凳子上，她可以围着凳子转圈，正常人手臂只能转200度左右，她却能轻轻松松转360度，用圆规画圆也能一气呵成。不论是弹钢琴还是开车，一只手都游刃有余。然而他身体其他部位却非常僵硬，脚踝能转动的幅度很小，把腿绷直，双手也够不到地面。他觉得是因为自己手臂没有关节，所以才能旋转360度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来医院一查，关节还是有的，只不过他的肩关节和肘关节活动范围比正常人大，所以才能进行360度旋转。他出门随身拿着一把剪刀，见人就盯着别人的头发看。他并不是理发师，只是想要别人的一根头发，把头发固定住。接着又拿出微雕刻刀，这是要干嘛呢？他说要在头发丝上刻字，这不开玩笑吗？大叔也没回应，自顾自的比比划划，随后又给头发涂了一层白色的颜料，在显微镜下文字还真就显现出来了。5毫米长的头发丝上竟然密密麻麻刻了105个字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可以在沙粒上刻字，也能在5厘米的石板上写一部千字文。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他需要2年才能全部完成，期间要更换20多种刻刀，比硬币小很多的铁块上也能刻800多个字。大叔说在头发上刻字很考验人的耐心，刚开始就拿自己的头发练习，1年下来头发日渐稀疏，现在都是用别人的，和别人见面都是先看头发。黑长直是他的最爱，现在还开了头发展览，小朋友都看傻了。大叔目前只能在头发上写1行字，说希望以后可以在头发上画一幅清明上河图。大妈只是在家种了一个盆栽，却引得植物专家纷纷上门参观，只因这盆栽实在不一般，一夜就能长高20厘米，10多天就长到了3米。大家架起摄像机对着植物顶端，一夜过去了，植物肉眼可见的疯狂生长。据大妈介绍，这盆栽大有来头，前段时间她做了个手术，出院后就遇到了一个怪和尚，什么都没说，就把这植物送给了她。说来也是奇怪，自从这植物来到家里，大妈身体也在一天天好转。大妈觉得这一切都是盆栽带来的，认为他肯定是被高僧加持过。从那时起，大妈每天精心照料，浇水都用山泉水。刚开始她只是冒了一个小尖尖，没想到10多天竟然疯长到了3米。她现在就想知道这东西到底是啥。专家看到这景象也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当地环境不利于它生长，长成这么高非常罕见。说这是一种墨西哥植物，名叫龙舌兰，这根长长的就是它的花茎，最终可能会在顶端开花。据说每30年才会开一次，而且环境要非常适合。但韩国的冬天太冷了，可能无法等到开花的那一刻。最后专家还说了一个残酷真相，龙舌兰一生只开一次，那就是一旦开花，也就意味着它的生命到头了。大妈显得很伤感，专家说可以采集到种子进行播种繁殖。大妈又恢复了笑容。1个月后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龙舌兰真就开花了，艳丽的黄色花朵看起来好像一把火炬，上面还泛着光，蜜蜂都被吸引来了，最终高度也达到了3.6米，全村男女老少齐聚一堂，都想来沾沾好运。据说龙舌兰开花就能实现愿望，众人纷纷点赞许愿。这对情侣为了减肥，每天吃过期发霉的食物，对他们吃的泡面和马桶分别采样检测，结果泡面比马桶还脏，细菌含量是马桶的几10倍，他们却毫不在意。放了半个月的米饭已经发霉变质成了一坨，这个时候吃味道刚刚好，加点发酸的灵魂配菜，那小味一下就上来了。再来上几勺发霉的番茄酱增加口感，臭豆腐汁也得来点，最后加上过期的酸奶，使劲搅拌均匀，一份元素周期拌饭就做好了。那味道简直比下水道还夸张，两人却吃得津津有味，边吃还边笑，说味道还差点。这还没完，饭后水果更夸张，外皮发黑腐烂的香蕉成了首选，表皮已经渗出了粘稠汁液，对他们来说这种成熟度刚刚好，说吃起来像巧克力。吃完香蕉还不过瘾，接着拿出了发霉的橘子，说女朋友最爱吃发霉的部分，说着就开始撒狗粮。节目组看不下去了，给他们准备了一桌正常人吃的饭菜，他们只是闻了一下就连连摇头。他们说吃变质的食物主要是为了减肥，因为这样更容易催吐。他就是用这种方法
从200斤减到现在的128斤，女朋友也是从140斤减到了90斤，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。大家带他们来医院，通过内窥镜检查后发现，他们都患有严重的胃溃疡，如果继续吃的话，很可能会发生癌变，所以用这种方式减肥是不可取的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这是一种比鲱鱼罐头还要臭的食物，一般人闻一下就会吐，他们却爱到不行，平时都舍不得吃，只有招待客人的时候才会拿出来。小姐姐尝了一口，反应非常真实，这种食物就是蓝纹奶酪。这家意大利工厂仍然使用古法制作，能动手的尽量手动完成。每天早上农场会送来新鲜牛奶，一开始就要把凝乳酶和霉菌加入牛奶中，大约20分钟内牛奶就会变成凝乳，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豆腐脑。工人用特制的工具把它分割成小块，把切好的小块装进圆形模具中，每个桶都有编号，这相当于他的身份证。接着把模具放置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，每天都要来回翻转4次，来帮助凝乳沉淀。静止1夜后，奶酪成型开始腌制，机器会在奶酪表面均匀撒上一层盐，随后再次送入储藏室。储藏室里温暖潮湿，这有利于奶酪中霉菌活动。质检员会随机检查发酵情况，一般经过3天左右，就需要把它们转移到冷藏室。在这里，每一块奶酪都要被扎上摆针，这是为了让氧气进入奶酪内部，使其长出标志性的蓝色纹理。时间是制作这道美食的关键，根据口感的不同，奶酪要在冷藏室待上2到3个月，直到表面发霉变臭。质检员把洛阳铲插入奶酪，轻轻转动就可以把内部的奶酪带出来，通过气味和口感来判断奶酪是否发酵完成。2个月的蓝纹奶酪还比较柔软，味道类似3天没洗的臭袜子，一般人都比较容易接受。放置3个月的奶酪就已经变得很硬了，内部的蓝色纹理清晰可见，味道也臭得很正宗。记者忍不住尝了一口，成熟的蓝纹奶酪是高档餐厅必不可少的美食，吃面的时候来上一点，臭烘的得劲。大爷只是给挖掘机轮胎打个气，却引来一群人围观，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。只因大爷有个绝活，用嘴给轮胎充气，竟然比打气筒还好用。家里的暖水袋被他当成气球吹，几下就能吹爆。他平时就用肺活量检验暖水袋质量，被他吹爆的暖水袋不计其数。平时出门都随身带着一个橡胶软管，看见没气的车子，他插上管子就是一阵吹。大爷只有一个信念，只要有他在的地方，绝对不允许没气的情况。大爷说这都不算什么，还有更厉害的，他可以给卡车轮胎充气。大家决定做个实验，一边用打气筒，一边大爷用嘴吹，看谁能把轮胎吹爆。比赛开始，大爷这边轮胎肉眼可见的变大，一旁7个成年人轮番用打气筒，但轮胎的鼓起程度还不如大爷用嘴吹得快。5分钟后，大爷已经把轮胎吹得硬邦邦，一旁的轮胎却还是扁扁的。很明显大爷赢了，但他却并不满意，说要升级挑战，把一个铁架子放在轮胎上，上面又站了20个小伙子。他要在负重的情况下把轮胎吹爆，但不得不说，咱们中国的轮胎质量属实不错。大爷吹了10分钟，硬是没吹爆。大爷倒也没太往心里去，表示不会停止挑战自己。这不，今天他就想要挑战极限，吹挖掘机轮胎。很快就引来一群人围观，大家都觉得不可能成功，大爷却气定神闲，坐着吹了几下，轮胎竟然纹丝不动。很明显，这次挑战确实不一般。只见他站起来半蹲马步，稳扎稳打的吹，轮胎终于有了点起色。毕竟是挖掘机轮胎，吹到一半的时候最困难，几口下去轮胎也没啥变化。大家不停给他加油打气，大爷擦了擦汗，接着青筋暴起一阵猛吹，终于把轮胎吹了起来。大爷一脸傲娇地说，自己才66岁，还能再吹他个10年，只要有我在的地方就不允许出现打气筒。这种会上树的羊拉的屎，竟然是当地有名的美食。当地人会在里面加入少量蜂蜜后，用来蘸着面包吃，据说口感醇香浓厚，跟我们吃的麻酱有相似的味道。就是这一群会上树的摩洛哥山羊，它们的蹄子分开后可以牢牢卡在树杈中，站在树上如履平地。山羊上的也并不是普通的树木，而是当地一种非常珍贵的阿甘树。这种树能生存上百年，果实富含维生素 E 和不饱和脂肪酸，果核则可以榨油。手动去皮的话比较费劲，所以山羊上树就扮演了一个去皮机的功能，不但能喂饱这些山羊，还能省下不少的工序。山羊无法消化果核，会随着粪便排出，果核经过山羊的消化后，会形成一种独特的风味，令当地人神魂颠倒。当地人收集这些粪便，在里面筛选出果核，经过手动清洗、低温烘烤，然后再将其用石磨碾碎，这样就生产出了阿甘油。阿甘油被称作液体黄金，是公认的天然护肤品，还可以作为护发素，能修复受损的毛发。另外，阿甘油还是绝佳的食用油，味道醇香浓厚，据说价格很高，大约每升300美元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贵的油。为了大规模的榨取阿甘油，现在都会采用机器榨油，这种方式出油率高，但是会少了一种风味。榨油后剩余的残渣，味道和我们吃的芝麻酱颇为相似。摩洛哥人会加入少量的蜂蜜，用来蘸着面包吃。如今在摩洛哥的很多地区，仍然可以看到山羊上树的场景，但已经变成了旅游景点，游客可以和他们合影，但很少能吃到羊屎炸的油了。大妈刚从银行取了钱，却故意丢在了板凳上，把钱还给他，他直接把钱丢进了下水道，接着放声大笑。看到有镜头在拍他，
大妈神色慌张地跑开了。走访一圈才知道，这大妈的反常行为还不止这些。附近菜市场的商贩都收到过大妈送的钱，每天送2万韩元，丢下钱就走，从不说话，真的是奇怪呀。大家在市场安装监控，经过漫长等待，大妈终于出现了。大家偷偷跟踪她来到银行，只见她取完钱又随手送给了一旁的老太太。出门后又开始给路边的小贩发钱，一出手就是3万韩元。大家继续跟踪，发现大妈的迷惑行为还在继续。在买了几个汉堡后，她开始给身边陌生人分享，剩下了一个，她一口没吃，直接丢进了垃圾桶。这种种怪异举止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大家一路跟到了大妈家，才发现她家并不富裕，甚至还有点破。问她为啥要给别人钱，大妈却一口否认。大家拿出拍到的送钱视频，大妈立马改口，说自己是奉命办事，是山神让她这样做的，然后又扯了一些有的没的，越说越离谱，看起来精神不是很正常。另外大家还发现大妈财务状况并不好，存折上也只有7万多韩元，甚至水电费都没付，生活本身就很困难。大家去社区街道走访，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大妈情况，想要帮助她都被拒绝了。节目组觉得有必要带大妈去医院看看了，结果一听去医院，大妈直接哭了起来，说自己必须要听山神的话，否则就会受到惩罚，让大家不要管她。看起来病得确实不轻啊。经过连续几天劝说，大妈同意去医院。和心理医生交流过程中，大妈还是不断的胡言乱语。医生说这就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，同时还出现了幻觉，都是由于长期缺爱导致的。之前收到过钱的商贩听说大妈的情况后，都表示要把钱还给大妈，还要给她温暖，让大妈感受到被爱，赶快好起来，省流。大妈得了精神分裂症，她每天坐完公交，口袋都会多出一张纸条，上面的数字还越来越小。起初她以为是别人的恶作剧，也没在意，随手就丢了。结果第2天刚下公交，习惯性的双手插兜，又摸到了纸条，这次的数字变成了28。这人也太无聊了吧。她决心一定要找出这个始作俑者。第2天上班前还特意摸了摸口袋，确定啥都没有才出门。公交车上她左顾右盼，观察了一路，也没看到任何可疑人员。可她刚一下车，就发现这奇怪的纸条又出现了，这次的数字变成了27。这下她彻底懵了，到底是谁做的？但不管怎样，很明显这是在倒计时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明天数字就会变成26。她并不清楚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，但隐约感觉到一丝不安。就这样在担惊受怕中10多天过去了。医生在给木头做 CT 检查，因为这块木头竟然会叫。木头是在他家床上拆下来的，每到深夜，床头就会传来诡异的声音，只要静静的听，就能听到哒哒哒的声音，有点像时钟的滴答。把床移开后，啥都没有，但诡异的声音仍然存在。这床整整响了2年，搞得夫妻俩精神崩溃，甚至怀疑是被什么不好的东西缠住了。节目组找来了木工师傅，师傅表示这不像是木头能发出来的声音，真的是奇怪。记者用话筒录下了这个怪声音，接着又找到了声音分析专家，对录下来的声波进行了波长分析。专家说了一大堆数据，总之结论就是这声音很明显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发出来的。难道床头里真的有某种生物吗？说再多也没用，直接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但是床头里面空空如也，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生物。节目组决定继续拆解床头，随后把拆解的床头送到医院做核磁共振。医生们也是第一次给床做 CT 啊，看了半天，终于看到一点点奇怪的地方，这里面确实有东西啊。经过反复观察，医生确定这就是一只3厘米长的虫子，而且还发现了虫子吃木头的痕迹。锯开木头后，果然一头肥虫出现，诡异声音就是虫子吃木头发出来的。看到这个东西，夫妻俩是想哭又想笑，原来都是他在搞鬼。他肩膀上冒出一只诡异的手，像是一个婴儿趴在了背上。关键他家就一个孩子，左边露出的脚是自己的，旁边看起来根本就没有人，想想都觉得后怕。继续翻看手机相册，直接吓出一身冷汗。诡异的照片还不止这一张，这张照片上也出现了诡异的影子，有胳膊有腿，看起来很像人。当时连续拍了2张，奇怪的是，第2张照片上影子又神秘消失了。诡异的现象总是和孩子一同出现在照片里，他们甚至怀疑被什么不好的东西缠住了。而且自从拍下这些照片后，手机呢就莫名变得很卡，信号也变得很差。夫妻俩是真的怕了，赶紧找到了专家，通过分析照片信息，专家不认为这是灵异事件，说拍到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。听到这里，夫妻俩更慌了。只见专家对着照片调了一下颜色，可以看到影子周围有一圈明显的线条，专家猜测可能是之前车窗贴纸留下的印记。虽然呢肉眼看不出来，但手机是可以拍出印记的。为了验证这个说法，节目组找来同款车型，给车窗贴上钢铁侠贴纸，然后呢在烈日下暴晒6小时，随后揭下贴纸，肉眼根本看不到任何印记。接下来呢用手机对着车窗拍照，果然拍到了贴纸留下的印记。至此影子的谜底算是揭开了。那肩膀上的手又如何解释呢？专家仔细观察后发现，大腿旁边凸出来一个三角形的东西，很像是裙子的衣角。他推测当时后面可能有一个1.2米左右的女孩，正好呢举了手，由于视线遮挡，拍出来的就只有一只手而已。节目组接着完美还原了当时的场景，
至于手机信号变差，他脑袋里长了块吸铁石，每天都会吸到区别针之类的小东西，走到哪吸到哪。而且最近只要一思考，脑袋就会无缘无故的疼，实在疼得受不了了，去医院做核磁共振，机器却一直叫个不停，拍出来的图片也很模糊。随后又做了 X 光检查，看到拍出来的片子，医生也感觉不可思议，他脑袋里还真的有一个12毫米的东西，边缘看起来很锋利，就镶嵌在头骨上，距离大脑皮层不到2毫米，如果穿破头骨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奇怪的是，他头上并没有任何伤口，大妈也完全不记得这东西是怎么进入脑袋的。医生怀疑是小时候摔倒后，这东西就卡在了脑袋里，当时没注意，慢慢的伤口就愈合了。随后大妈被送进了手术室，经过漫长的等待，医生成功把这东西取了出来，在体内存在了30年，表面早已锈迹斑斑，那到底是不是吸铁石呢？经过分析，这东西和吸铁石成分很像，专家说这种金属一般都是用作加热源器件，像吹风机、取暖器里面都有这种东西，很难想象是怎么进入脑袋的。术后大妈状况良好，再次进行核磁共振，机器也没有响，看着伴随了自己30年的吸铁石，大妈唏嘘不已。这是越南民间诡异的返老还童术，将80岁老头丢进烧红的大缸里，熬成蓝色的粘稠液体，再倒进人形模具里，瞬间呢就成了18岁的帅气男孩。这就是小伙的祖传手艺。可一旁的大叔不知道，这一逆天操作即将为他引来杀身之祸。这天穷困潦倒的大叔遇到一个走街串巷的小伙，小伙说自己的手艺是让人返老还童，大叔认为小伙疯了，说着呢就要走。小伙则表示可以带大叔一起赚钱，接着呢带大叔来到一大户人家。小伙表示可以让夫人重回18岁容颜，而且呢报价很低，只要300块，不成功的话10倍赔偿，唯一的要求就是操作过程家属不可以看。夫人半信半疑，正好呢公公已经在床上躺了3年，于是想拿公公练练手看效果。小伙信誓旦旦保证要把公公变成18岁的帅气男孩。他们一拍即合，立即开始了操作。小伙起锅烧炉，把大缸烧得滚烫后，准备把老人放进大缸，这把大叔吓坏了。小哥没解释太多，让他照做即可，说绝对安全。事已至此，两人合力把老人放进烧红的大缸，大叔吓得捂上了眼睛。就在这时，小伙在缸里加了一种神秘液体，瞬间一切变得恍惚起来。小伙不停地搅拌，很快老人就变成了蓝色的粘稠液体，还散发出阵阵恶臭，把大叔恶心的不行。小伙呢却笑了起来，说汤熬的差不多了，接着呢把勺子递给了大叔，让大叔把蓝色液体全部盛到人形模具里。大叔看在钱的份上，忍着恶臭照做。随后呢两人一起盖上盖子，现在只需要静静等待5个时辰。1夜过后，模具开始晃动，动作越来越大，大叔吓得连连后退，小伙呢却笑颜逐开，看来那是成功了。打开模具，里面的人噌的一下坐了起来，老人果然变成了一个帅气男孩，甚至呢还做了发型。大叔终于信了，这不发财了吗？欢呼声把老爷夫人引了过来。夫人看到帅气小伙也感到不可思议。Anh ơi, anh là cha của tụi em thiệt hả? Anh ông nội tụi bay。随后他们对老爷夫人都做了返老还童，他俩都变成了7岁小孩，两人也得到了巨额报酬。慢慢的他们名声大噪，生意也越来越多，赚得盆满钵满。可这时大叔却起了贪念，你看啊，整个流程自己早就学会了，只要独占这个人形模具，那不就发了吗？于是呢趁小伙熟睡把他绑了起来，连夜带着模具跑路了。但大叔不会想到，这正好中了小伙的套路，等待他的将是万劫不复。第二天，大叔来到约定好的大户人家，这家的夫人想要重回18岁，没有太多废话，大叔按照小伙的步骤开始操作，没成想却出了大事。等待了6个时辰后，模具却一点反应没有，趴在上面仔细听，里面也没有任何声音。这时呢，屋外传来了老爷的敲门声，他这下真的慌了神。老爷带人冲了进来，他谎称18岁的老婆现在就在模具里，说完呢就偷偷溜走了。老爷赶紧招呼下人打开盖子，结果里面空空如也，看到缸里还有老婆的鞋子，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，这是失败了呀。接着呢找人要把大叔抓回来。逃跑的路上，大叔突然被一道金光拦住了去路，抬头一看正是小伙。原来这小伙是天神，为了考验人性来到人间。大叔不停地求饶，天神则表示自作孽不可活，说完呢就化作一团火焰消失了。这时老爷手下也赶到了这里，要把大叔打死。就在这时，一句手下留情，众人发现夫人竟然回来了，看来是天神施法，大叔总算逃过一劫。所以说呢，做人不能太贪婪。秃头男人在暗网买了瓶生发液，客服说非常好用，零差评。用完后他整个人都崩溃了，连眼睛里都开始长头发。最后才知道为啥是零差评。使用说明一共3个步骤：先把头发剃光，再涂满生发液，最后戴上硅胶帽，等待片刻就能得到一头秀发。其实他也没期待有什么效果，毕竟买都买了，那就试试呗。看着每根都有自己名字的头发，他恋恋不舍地剪掉了，再用剃须刀刮几下就成了秃瓢，伤口还在流血，他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第2步操作，挤出了一坨粘稠的黑色液体，对着镜子刚准备抹，却瞬间犹豫了。他突然发现剃掉头发后反而变得有点帅了，要多帅有多帅，皮肤也很白，
真是个帅帅的大男孩。但看着生发液上茂密的头发，还是挺羡慕的。那就试试吧，果断把液体抹了上去。他没注意到，这生发液好像有生命一样，自己慢慢扩散，死死吸附在了头皮上，伴随而来的还有阵阵刺痛。他以为是正常反应，就这样忍着疼痛，把一整瓶生发液涂满了每个角落，好像给头皮铺了一层沥青。过程中他竟然还有点上瘾的感觉，见瓶子还没空，他使劲往外挤，可最后一点残留的生发液怎么都挤不出来，瓶子里还传出来诡异的声音。他看得入迷，液体突然毫无征兆地喷出，把他吓得差点跌倒，生发液还喷到了眼睛里。他赶紧冲洗，可还是晚了一步，液体已经钻进眼睛，瞬间红肿起来。不管那么多了，他逐渐失去理智，忍着疼痛进行最后一步，戴上头套等待奇迹的发生。就这样静静等了几个小时，头皮开始传来阵阵瘙痒，突然一阵剧烈的刺痛袭来，像是有什么东西迫不及待的要钻出来，这把他疼得实在受不了了，用力撕开头套，接着把生发液都洗掉了。他这才发现头上冒出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，每个小疙瘩还在蠕动，似乎正在含苞待放。他好奇的用力一挤，扑哧一声，疙瘩瞬间破裂，浓白的酱汁喷得到处都是。他还没反应过来，就看到几根粗壮的毛毛冒了出来，而且越来越多，画面说不出来的诡异。看到这一幕，他反而笑了起来，心里瞬间乐开了花，准备继续拔苗助长，一个个把痘痘挤破。后来索性直接挠了起来，没一会脑袋变得血肉模糊，瞬间整个头皮开始齐刷刷的冒头发。没过多长时间，他就拥有了一头秀发，这也太帅了吧！他忍不住自拍，突然眼睛一阵钻心的刺痛，他对着镜子一看，直接吓懵了，眼球里似乎也有东西想要钻出来。再仔细一看，一根毛毛刺破眼球冒了出来，眼球竟然也开始长头发，一定是见到眼睛里的生发液开始起作用。他现在只想把这头发揪出来，尝试了好久还是没能下得去手。这时他看到了水池旁的剃须刀，瞬间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拿起剃须刀慢慢靠近，忍着恐惧掰开眼皮，一刀下去，还真把头发刮掉了。可还没高兴一会，眼睛再次刺痛起来，整个眼球内都在冒头发，他疼得脚下一滑，直接撞昏了过去。吹风机也不小心被打开，在吹风机的持续加热下，眼睛里的头发肉眼可见的变长，连塑料浴帘也被点着了。幸运的是他终于醒了过来，这时他全身上下都长满了浓密的毛发，吓得赶紧从浴室逃到客厅，打电话质问客服生发液到底怎么回事。电话还没接通，火就冲了过来，家里瞬间变成火海，最终他被大火吞噬。看着手中的生发液，他这才明白为什么这款产品没有一个差评，因为用过的人都死掉了。中国奶奶在美国算了一卦，神婆说今天是她这辈子运气最好的一天。她听完直接把存款都取了出来，正好碰上银行做活动，她恰好是第88号客户，银行直接送给她8袋大米。看来今天运气果然不一样。接着她特意擦了香香来到赌场，第一次来赌场就把全部身家压在了8号。想到这小球转了几圈，还真稳稳落在了8号，50块瞬间变成了1000块。奶奶乘胜追击，直接100块压8号，结果小球还是很听话的落在了8号，筹码再次翻倍。看来今天真的是自己的幸运日啊！奶奶信心爆棚，直接将全部筹码梭哈，全压在了8号。这个玩法让旁边的老外看得心脏直突突，劝他冷静一点。奶奶直接不理。转盘再次转了起来，不出意外，小球还是落在了8号，3000立马变6万。奶奶瞬间征服全场。这下周围的老外算是彻底服了，奶奶则一脸傲娇的开始玩其他项目。其实她不懂什么游戏规则，不管玩啥张嘴就是。可奇怪的是，大妈压啥中啥，很快就赢得盆满钵满。然而奶奶并不满足，最后想玩个大的，把全部筹码都梭哈了。结果运气好像用完了，这局输得干干净净，连本金都输了进去，一下啥都没有了。这感觉跟过山车一样。奶奶不服气，又去找神婆，把今天的事都告诉了神婆。神婆算了半天，告诉奶奶一个开运方法，那就是用菊花和金鱼一起泡澡。回家后，奶奶照做，在浴缸撒了点菊花。隔天在公交车上，一老头睡着后一直往他身上靠，刚推回去又靠了上来。奶奶不耐烦了，这老头睡得这么死吗？她伸手往老头鼻子上一看，还真死了。大妈瞬间慌了，刚想下车，这时司机一个急转弯，老头的包突然掉在了他身上。出于好奇拉开一看，满满1袋子美元。再一看这老头纹龙画凤的，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人。左右看了一圈也没人发现，直接就把钱背夹去了。第二天大妈就出门报复性消费去了。嘿嘿，怪物把自己的鼻涕抹在女孩伤口上，伤口竟然瞬间愈合了，同时还飘散出一股恶臭。女孩这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然而怪物并不知道，这个想法将会把她带入万丈深渊。最后的反转让人始料不及，女孩意外流落荒岛，为了生存，她在岛上转了一圈，什么生存物资都没找到，天也渐渐黑了下来，她都要绝望了。这时身后飘来一股恶臭，还伴随着一声巨响，她循着气味找去，竟发现了一堆干柴和打火机，随即生着了火，点燃了黑夜中的一丝希望。然而远处一双诡异的血红大眼正盯着她。第二天女孩醒来就发现身边出现了很多食物，随之一股恶臭再次袭来。女孩抬头一看，赫然出现一个怪物，
吓得她撒腿就跑，怪物紧追不舍，眼看着就要追上了。女孩脚下一滑摔倒了，膝盖都磕破了。怪物见状不仅没伤害她，反而还摸了一手鼻涕涂在了伤口上。女孩吓得惊慌失措，没想到的是伤口竟然奇迹愈合了。随后怪物还帮女孩摘野果吃，看起来这怪物也不坏呀。他们就这样愉快地相处起来。不过怪兽的体味是真臭，女孩竟想要帮怪兽洗澡，但怪兽碰到海水却很恐惧，洗澡也就不了了之了。第7天，远处传来汽笛声，女孩总算得救了。她坐在船上却有些失落。回家后，她痛痛快快洗了个澡，洗完就闻到一股特殊的香味，香气的来源就是那件沾了怪物鼻涕的脏衣服，这味道奇香无比，之前从来没闻到过。她忍不住抱着闻了又闻。为了弄清楚怎么回事，他找到专家对衣服进行化验分析，结果在衣服上检测出了未知的香气成分，这是个伟大的发现。专家显得异常兴奋，问他怎么弄的，他却绝口不提，心中却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他迫不及待地再次返回小岛。鼻涕怪见到他开心得像个孩子，他提出了自己的请求，想装上满满一箱鼻涕。鼻涕怪二话没说，接着分泌了大量粘液，女孩直接上手抓，一点点往箱子里撸。女孩凭借这些鼻涕做出了风靡世界的香水，香水令所有女人魂不守舍，很快就销售一空，女孩赚得盆满钵满。为了不让外人发现这个秘密，女孩不惜花重金买下了这座偏僻的无人小岛，本以为能一直顺风顺水，不料军方也意外拍到了鼻涕怪，政府怀疑它散发的恶臭是有毒气体，于是决定派出军队消灭鼻涕怪。就在坦克瞄准鼻涕怪的这一刻，女孩冲了出来苦苦哀求，但根本无济于事，最终鼻涕怪还是被消灭了。女孩痛苦不已，不仅是好朋友死了，自己的香水生意也泡汤了。没想到的是，怪物死后，市面上又源源不断的出现了这款香水。镜头一转，女孩正在往玻璃杯中刮着什么东西，转过脸才发现，她把怪物的鼻子移植到了自己身上。家里为了6000块钱就把她卖了，她逃了3次，都被家里送了回来。她发誓一定要逃出去，趁着现在自己生活好了一点，她决定带着丈夫坐飞机回老家。老子终于回来了。然后来到一个班级，透过窗户往里看，刚看两眼泪水开始打转。她这是看到了自己和前夫的孩子，她一把抱住儿子，哭红了眼眶。孩子看到他却显得很陌生。上课后，林宝站在门口跟他打气，刚刚还一言不发的儿子却哭了，这让年轻的妈妈瞬间崩溃。她躲在角落泣不成声，觉得自己亏欠孩子太多太多。第二天，她偷偷出来买了电话手表，带着一堆零食来到前夫家。林宝想从物质上弥补孩子，最终这事被丈夫知道了，丈夫大发雷霆。林宝也很生气，因为丈夫结婚前说不介意自己有小孩，但现在的态度实在让她寒心。两人就这样吵了起来，最后不欢而散。没过多久，两人就离婚了。这个尼姑在寺庙囤了10多箱洗衣液，却从不用来洗衣服。那这些洗衣液是用来干啥的呢？只见她念完经，接着就拿出了一瓶洗衣液，倒出来一点就往身上抹，外出散步的时候也要抹一抹，每天都要涂好几次，1天就能用掉3瓶。总之不允许身上有任何干燥的地方，甚至就连洗澡都是用洗衣液，先往盆里倒入满满1瓶，就这么洗了起来。洗衣液直接成了她的沐浴露，寺院里洗衣液随处可见。然而这些仅仅是1个月的量，1年时间内用掉了洗衣液，足够别人洗17年衣服。更奇葩的是，她洗衣服却从来不用洗衣液，说用洗衣液洗衣服就是浪费，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呢？大家都很担心她，而她却说正是洗衣液救了她的命，这又是为啥？原来在去年她遭遇了入室抢劫，受了严重的外伤，虽然恢复了健康，但皮肤依然瘙痒不断，有天痒到无法忍受，莫名其妙涂了一点洗衣液，没想到皮肤一下就不痒了，从那之后就离不开洗衣液了。医生表示伤口愈合的时候痒一点是正常的，但由于洗衣液的刺激，她的皮肤变得很干燥，还得了皮炎，必须停止使用洗衣液。没想到一直以为是灵丹妙药的洗衣液竟然在伤害自己，她回去就把洗衣液都丢了，用上了正规的护肤品。他靠着文爸爸的臭袜子成功减肥，1年时间内竟然从160斤减到了98斤。他只要肚子饿了就去闻爸爸的臭袜子，还说刚脱下来冒着热气的袜子效果最好。之所以用这种奇葩的减肥方式，完全是因为那件事，直到最后瘦下来，我才知道她有多漂亮。她之前也是个苗条的女孩，22岁那年去海外留学，寄宿在当地的居民家里。这一家人呢都是重量级的，每顿都是大鱼大肉。她刚开始也很懵，因为本身不喜欢吃肉，但架不住主人的热情，就跟着吃了起来，加上听不懂英语，别人问他好不好吃，他只会说 yes。 主人以为他很喜欢吃肉，之后呢更是顿顿大鱼大肉。仅仅过了3个月，体重就增加了30斤，渐渐的也习惯了这种饮食方式。吃饭时他最常说的就是再来一碗。他尤其喜欢吃奶油，无论是烤肉还是零食，他都喜欢蘸上满满的奶油。慢慢的他发现之前的衣服已经穿不下了，肚子上的游泳圈也越来越明显，但即使这样他也不觉得自己胖，因为和当地朋友比起来，他属于是非常苗条的，而且当地男生就喜欢胖胖的女孩。于是呢他想着继续增肥，把朋友当成了自己的目标，比之前吃的更夸张。1年时间内体重变成了160斤。果然凭借胖胖的身材，在酒吧还真被帅哥搭讪了。留学结束后，她迫切的想回国，给男朋友展示自己的魔鬼身材。就在她想
和男友来个拥抱时，结果男友根本没认出来，男朋友震惊了，你谁啊？隔天男友就提出了分手，理由呢也非常直接啊，你太胖了。他终于明白自己这不叫微胖，而就是胖，发誓要减肥。于是呢开始运动，接着控制饮食，坚持了没几天，实在饿得受不了了，就在放弃的边缘，突然传来了一股恶臭，抬头一看就看到了爸爸的袜子，有这么臭吗？拿过来一闻，差点晕过去，瞬间就没了食欲，还不停的想吐。他突然灵光一现，通过闻臭袜子来控制食欲好像还不错，于是只要肚子饿了就去闻爸爸的臭袜子，刚脱下来的袜子效果最好，闻一下能顶一整天。再后来呢，他把臭袜子随身携带，父母吃饭他就闻臭袜子，就这样坚持用闻袜子的方式减肥。1年时间内，他从160斤减到了98斤，之前的裤子穿在身上足足大了一大圈。但是大家不要模仿，这只是他个人的减肥方式，不一定正确，也并不适合所有人，搞不好还容易肺部感染脚气。减肥呢量力而行，健健康康最重要。约会中的男人突然从后面掏出了自己的粑粑，还非常自然地拿在手里把玩。见女友不忍直视，他竟然将粑粑放在了桌子上，一根不过瘾，他接着又熟练地拉开拉链，只听啵的一声，又从后面掏出了还热乎的粑粑。在未来，日本发明了一项技术，通过身体改造就可以把排泄物变成一个个小飞棍。这里的人每天都穿着后面有拉链的裤子，就是可以方便他们随时随便的掏粑粑。他今天约会的目的就是想让女友也去改造一下，但女友明显很排斥这项技术。晚上他邀请女友来家共进晚餐，几杯红酒下肚，情到深处他一边说着情话，一边掏出粑粑向女友求婚。哼，我就不信这样还拿不下你。女友原本很感动，可看着还热乎的小飞棍，他再也忍不了了，质问他这么重要的时刻为什么要拿着自己的粑粑求婚，还说自己的父母非常排斥做过改造的人，并不同意这门婚事。他没有解释，直接将小飞棍怼到了女友嘴边，就是想让女友改变观念。小飞棍是环保的，不仅不臭，反而还带着花香。女友突然一阵反胃，跑去了厕所，打开厕所门才发现他家里已经没有马桶了。女友问他如何小便，他表示自己改造的比较彻底，小便也包含在了小飞棍里。没办法了，女友只好跑去外面找公共厕所，却发现就连公共厕所都要拆除了。他有点动摇，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去改造一下了？工作中看到同事一个个都已经改造，非常自然地掏出粑粑仔细把玩。日本政府也呼吁全体国民都应该尽快改造，保持应改尽改的原则，国家才会变得越来越好。这下他终于决定去改造，预约了东京最好的医院，选择好改造方案，手术就开始了。几分钟后手术完成，他突然感觉屁股下面有异样，医生让他做好准备。小飞棍来了，他伸手一掏，只听啵的一声，果然掏出了自己的小飞棍。医生一脸笑意地祝贺他，还说这是个好粑粑。不久后，他们终于喜结连理。婚礼当晚，她跟丈夫道歉，认为之前的自己太蠢了，不知道改造后这么的干净又卫生。丈夫听了十分开心，随即拉上了窗帘。结果他却突然愣住了，这才发现老婆改造的太彻底，和自己的型号根本不匹配，看样子自己只能再去做个升级了。